正，现在亚洲国家里面，除了日本不爽中国之外，你看到这个画面，这是哪里？在韩国哦。我想说，这不是他们上个月就开始在那边喊吗 ？China out，China out，结果不得了了。一查资料发现，这不是礼拜6日才上街头，现在南韩的 China out 天天都要 China out。对，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中国说要制裁日本的时候，日本人没有唉声叹气，反而是呢，南韩人呢一片我们讲哀鸿遍野，甚至还转过头来跟日本网友说：“谢喽日本，谢喽！”哦，就很非常不开心，全部人想说你不要把这样子游客全部都赶到我们南韩这边来，烦死了！所以他们每天跟你喊 China out，China out， 连韩国的网友都说：“哎，我从来没有这么羡慕过日本。”南韩跟日本其实我们讲国民之间的情绪也不是说像你想象那么友善的。但为什么？因为理由很简单，南韩呢，他从2025年底呢，他们就很不高兴，有一个所谓的免签证政策。那免签证讲白了就是落地签嘛，就是你去到那边之后，你马上就可以入境，全部都挤到我们这边来，当然受不了嘛。但是你知道吗？真的太扯！韩国人到底是气到怎么样？是天天都上街啊！你知道，气到甚至是他们的主流媒体在报道一件事情，真的假的？什么事？中国有一个抖音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把自己扮成南韩警察。各位，你没有听错。他真的拿到南韩警察的衣服哦，对，全身哦，包括他的帽子，包括他的背心，包括他身穿的所有的配件，整套哦都是南韩警察。然后呢，他还用误导的方式，然后你看他说，哎呀，南韩警察来办案啊，南韩警察呢特别来到了位在哪里的地方呢进行巡逻，就后来被人家发现说不是，他这个地点其实在南京。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他故意去找都是有南韩背景，对，就是南京可能有韩国一条街，他就去到那边假装说自己是检警，然后呢来搜证来搜查。那你对于韩国人来讲，这非常不爽嘛？就我现在已经很气你了，然后你还去挑战我的公权力。我想想看，你知道了，如果今天有一个美国人，然后穿着我们讲台湾警察制服，然后在路边演什么临检，然后我们演说什么拦阻，你台湾人会觉得不舒服吗？你模仿我干嘛？你有事吗？对，你到底是要干嘛嘛？对啊，那再第二件事情，他怎么取得这个衣服的？对，你不是很奇怪吗？而且我跟你讲我看过他所有片段了，知道了，他大概里面整个我们讲在这个抖音里面大概有10支20支片，全部都是这种，都是这种的，都是这种警察片，然后都不知道他制服哪里来，而且呢，他被人家问当事人说，你红了在南韩报，他还在那边很洋洋得意说，没事找事啊，问我了啊，还在那边很嚣张，觉得自己没什么。但各位，这是他更离奇的作品，他连军人都模仿，对，而且他触犯了南韩的禁忌，你知道他演什么吗？他演什么？南北韩战争。他说北韩俘虏南韩军人照片，然后呢，他就拍了一系列南韩军人被北韩人抓。那你看这不枪口对着南韩的军人，对啊。然后还沾沾自喜，他把自己变成南韩军人，然后说自己南韩军人打输北韩，被北韩抓了，被北韩俘虏了。然后说，你看他们有把我们当同胞吗？哎呀，还自己写剧本，他说他可能会把我们处决啊，真的要处决我们吗？又把我们当同胞吗？当然看着就非常火大。但我知道，我后来理解了，你知道为什么？包括你看这是北韩的，对不对？军服。然后这是南韩的，那南韩现在就在抗议这件事情，说这个东西应该要请国家的公权力介入嘛。但你觉得为什么他这样做？其实我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很简单，他搞不好只是一个军事迷，他搞不好只是一个警察迷。但我请问一下，他可以模仿公安吗？当然不行啊！你穿上去拍下去，对不对？你隔天人就消失了。都知道南北韩战的时候，不管是对南韩或对北韩，那是心里的痛。对。结果南韩现在，你真的是把我的民族把我民族的信心、民族的尊严是踩在地上。但我跟你讲。不要讲说这种 cosplay 的啦，有一些更奇怪的事情现在的频频一直在发生啦。你像最近南韩的各地的旅游景点都有中国之乱，比如说像有一个地方济州岛最近很热门的嘛，你看到这个济州岛是不是一群人在吵架？你知道他们在吵什么吗？中国游客输不起，然后输不起干拌面。他就是在赌博，然后一直输的时候说你赌场出老千啊，那马上中国那个我们讲尿性就出来了开始大吵大闹大乱，然后呢就是要把钱要回来，就马上被现场抓走，输不起，对，3个游客直接就这样被抓走，甚至这个案例我跟你讲更扯，对，因为这个只是输不起，有人是真的是去犯罪的，你知道他们去偷什么吗？你绝对猜不到，寺庙，你以为寺庙才可以偷什么？想想香油钱，对不对？对，一般都是这样讲。对，没有，我跟你讲他去给人家偷骨灰，他就给人家偷骨灰坛，然后去勒索家属那一，他去给人家偷了6个骨灰之后，把他跑5公里外，然后把它埋起来，然后呢再跑到我们讲的柬埔寨去，跑到柬埔寨去之后，又打电话说给我200万美金，给我200万美金。他没有办法觉得是，后来发现我跟你讲在南韩境内的很多外国人犯罪里面，70%全部都是中国人，甚至是呢有些是小奸
小二啦，干嘛？就比如说搭乘这种大众运输工具哦，你去南韩就知道他们的我们讲公车系统也很发达，他就把那个窗户给拉开，你知道干嘛？抽大烟啊！马上，还是女的哦，中国女子就在公车上抽大烟，然后人家拍她，然后还一边这边手还在那边抖，把那个烟灰呢给抖到地上去，甚至不然就是呢跑到人家济州岛的一个牛岛，一个其他另外一个小岛了，那开始在那边插中国5星旗，不是这个也太扯了吧？你在韩国插5星旗，他还要喊话，你要占领那里吗？对，他说这个牛岛是我们的土地，可能他去到那边玩觉得特别兴奋嘛，就觉得这边好漂亮，想要变我家嘛，中国就是这也是我的嘛，好不好？不然就是呢跑到这种广场去哦。朝鲜日报报道，在成3日出风，暴走大妈团又来了。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跳那种不知道奇奇怪怪的那种舞蹈，而且你知道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哦，来的是被抬哦，对，不然那个服装哪里来的？他就是准备好这个服装要来南韩这边跳广场舞嘛，还说自己是艺术团，然后音乐棒给他打下来，唱个戏，南韩人就说不是你要来这边别人的国家，你为什么还要去做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南韩人难怪每天都愿意上街头。China out！ 我要疯了！他们真的超级闹，但你知道吗？现在真的有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济州岛真的涉及到有所谓的犯罪组织。比如说呢，他们就讲说，最近呢很多来自中国的旅行社，因为中国人喜欢去嘛，所以变成是一条龙。也就是说，当地有一大堆中国人自己自办经营的非法旅行社，高达43起违法收费以及7起根本没有资格的导览。那他在里面呢，就会用这种低廉的价格，比如说小红书上面跟你讲说济州岛包车啊，那换算起来大概台币500块、600块啊，然后就到地到处呢，因为中国人来他也不一定知道，他也不一定跟呢当地的我们讲的旅行社有约，等于就是说他中国人跟中国人之间语言可以通，所以他利用这样的方式呢，一大堆违法包车，甚至是非法交易，甚至是还有人这种非法经营这种旅行社啊、假名片，然后呢抓了又抓，防不胜防，因为我们讲大概他们赚的是5000块、8000块。那你这种东西，你要弄他我们讲已经违法经营1年多，那你也就很难去处理。所以对于韩国人来讲，中国已经成为了难以抹去鞋子上的口香糖。国民哥，我们昨天才看到，美国丢出了一个什么？美国智库的兵推出来24次，中国只赢2次，这2次是美国没有帮忙，第二是日本中立，这代表什么？美日台这种军事联盟紧紧相依。我们昨天讲非常白。那我们觉得今天让我们觉得最帅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副总萧美琴在接受外媒访问的时候，他讲得非常白哦。他说，美国一直是台湾最重要的安全伙伴之外，同时什么？感谢美国协助训练我方的人员，而且会让什么？会让我方人员更具信心。这一段话，吓一跳。过去我们都只有传闻。但这次竟然是副总统级别人真的证实了这件事情。应该说来讲，这个算是半官宣啦。那其实我们看军事新闻来看是要看之前的军事新闻。那之前军事新闻说不是说我们的陆战队什么是好像有一个很规模很大的单位做什么，跑到美国叫移地训练。对，那移地训练其实透过比如说副总统的证实说，确实我们一批部队是整批的去那边叫移地训练。移地训练中，我们整成建制的单位。去跟美军做实地的对抗演习这个在以前来讲是没有过的那这个是这个新闻的解读。但是呢，其实一般我们常常看到是这种所谓的我们叫地图式的兵推那地图兵推其实基本上来说，你这样一图一画，其实大家都能看得懂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中一些美感看得出来比如说，其实这个图其实大家仔细看，它有大圈圈跟小圈圈。那我们先讲这个小圈圈来讲，小圈圈来讲，其实我们一看到原来呢，这代表说一个是爱国者飞弹发射连的涵盖范围，那你可以看到说，从第一岛链以下，怎么好像与那古岛、宫古岛、波照间岛等等，怎么这个圈圈好像都可以涵盖在一起？对，没有错，这代表说防空飞弹圈可以覆盖那其实它这张图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很大一圈这个很大一圈，其实我们看不到你仔细看得到那其实我们回到说巴士海峡巴士海峡这边跟我们台湾这个地方。那其实是什么意思？台湾有雄风3型飞弹雄风3型飞弹不是比如说在共建来袭的时候，我们好像去飞弹发射移到垦丁然后大家拍得很高兴。但是呢，其实菲律宾也有反舰飞弹对。但你把这个2个反舰飞弹射程一涵盖在一起，不就代表说我们可以跟菲律宾协防巴士海峡？对，这个是隐喻的但是呢，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在哪里？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菲律宾的飞弹打到这边来？
但他其实已经写了说啊，这个是从部署在哪边的飞弹可以打到中国的内地，他已经写好了。他说部署在吕宋，那这个飞弹其实我们就可以反推回去说，这个是所谓的提防飞弹。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叫有攻有守啦。那其实代表说美国呢已经加强了菲律宾的防御。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说又回到说刚才的菲律宾的情况。其实我们不要小看菲律宾现在的战力呢，不是10年前广大兴难的菲律宾我们必须讲。它不是10年前广大兴难的菲律宾，它已经不是无下阿蒙了，不是的，它真的变了吗？不是，它已经变了很多，而且可能战力都比我们强。那我们讲白一点说，其实你看，像美国知道说菲律宾的防护比较弱，对，它的经费也不够，但是我就补你啊。所谓补你，就是说以前菲律宾的军备是从哪边来？比如从日本、韩国我们叫退役的一些驱逐舰、海防艇等等就给你。但是呢，日本已经放宽限制说，我现在可以出口武器给你。不只是说这个03式防空飞弹那部署到譬如说云南国岛它甚至呢还出售相关的一些舰艇给菲律宾。那除了日本之外呢，韩国也是一块韩国出售什么？它直接卖给你这个叫瓦尔级的所谓的锡兰号这是第2艘巡防舰。对，这个3000多吨级的巡防舰，你不要以为它小小的，没有。它的战力搞不好可能比台湾的军舰还强。真的假的？我讲这样，可能大家观众可能会不相信。我讲白一点。它有垂直飞弹发射系统，对，我们的主战舰艇没有垂直飞弹发射系统那我们必须说就是说，在美国的授意下呢，其实日本、韩国都会帮忙菲律宾那菲律宾来讲，其实说的这个是我们的比较缺陷的。那菲律宾说的它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对，不是所以前几天不是说菲律宾的基地要升级，怎么会叫台湾出钱这是另外一段，就是说，其实美国已经看中菲律宾他们要赌上这块防务因为菲律宾很重要，因为菲律宾是在第一岛链的算是中间地带那其实你可以看这张图又显示说，其实美国呢，它早就设想好了，它这边画几个区我们简称叫作战区或防区1、2、3、4、5，对，就是它所谓的作战区好了。对，我们简称作战区好了，就说美国呢会先把兵力呢先堵在这几个第一线的沿岸那其实我们以这个第5作战区好，假设这个第5的作战区域来讲，这个地方呢就是南海。南海是什么意思？其实南海中国、菲律宾甚至台湾的越南都在这边争夺嘛。那其实美国会把优先的军力堵在我们叫第一线，那第2线呢，这比较蓝区的意思其实90、11这边，对，这边呢它已经画出来，就是说它用颜色来区分红区是热区嘛，那第3线的话是蓝区，那其实这些部分呢，其实它慢慢的会加强军力那不只是整个菲律宾是整个的南海的局势，还有周边不管是第一岛链冲绳、台湾、菲律宾，其实美国呢，它都是有在照看的。因为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一件事中国现在已经被全世界看破手脚，结果他想要去取暖的时候都没有人理他，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理他，就是法国的马克宏，他去找习近平了，结果习近平还为了他，我带你没关系，你要去哪里我都去哪里。结果我心想莫名其妙。果然，这个想的不单单只有我，现在欧洲所有国家都在骂他。马克宏不意外，不是吗？上一次俄乌战争的时候，他不是跑到普丁前面，结果被普丁续了4个小时吗？对。结果现在来讲的话，上一次大家都在讨厌中国的时候，结果你2023年的时候，马克宏跑去中国，现在大家也在讨厌中国，日本跟中国吵起来，美国跟中国吵起来的时候，结果你马克宏又跑去中国。上一次来讲的话，他竟然在2023年的时候，竟然讲什么？讲说他。法国、欧洲，我们要跟美国走不一样的路，我们要战略自主。回来被骂翻了，你在搞什么鬼啊？天兵是不是？是啊，真的是天兵，搞不清楚状况，难怪他被他老婆打。所以你今天要来讲的话，你知道他这一次去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提醒他了，千万不要再重犯了2023的覆辙。完全直接打一个预防针。你看到这个标题，马克宏访华，他不能再像2023那样的冒险。还没有去的时候就被骂翻了。是啊，因为它本身来讲就是一种属于自走炮的这种形态不过它有时候自己会翻回来，为什么会翻回来？因为发觉到情势不对，因为美国老大哥他基本上他还必须要听美国老大哥的话所以之前来讲，拜登这个所谓的川普他其实都还是听话。但为什么今天来讲欧洲也反了今天来讲的话，中国要跟日本这样子高市早苗的言论在被对抗，不是吗？川普签了这个所谓的台湾保证履行那个所谓的落实法，现在来讲也是。证明说什么事？是川普是挺高市早苗的对，川普是挺高市早苗。这个事情来讲的话，习近平看在眼里，怎么办？找欧洲嘛，我当然要分化欧洲嘛。但问题是，欧洲也找了一个马克宏，难道有用吗？今天来讲，很多国家其实都跳出来反对中国了。我们看到最明显的什么东西？德国
德国以前我们知道说德国赚中国很多钱，对不对？但你知道吗？在2024年的时候，整个翻过来了。德国基本上现在让德国赚钱的是美国，不是中国了。所以中国反倒是成为德国什么排名第4名。好，你知道2024年的时候，德国从中国进口额来将近有1245亿欧元。但是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竟然只有614欧元，什么意思呢？中国赚了德国钱啦。那如果是中国要赚德国钱的话，当然它有求于德国才对啊。德国现在没有求于中国，你知道吗？所以德国现在讲话越来越大声了，反倒是什么？德国要赚美国钱，所以他现在来讲，对美国来讲卑躬屈膝的。德国现在推美国化，所以你看到欧盟里面呢，不是内乱了吗？记不记得今年来讲的话，萧美琴不是到比利时去吗？对不对？那比利时、荷兰、波兰很多全部国家都反过来，全部都在骂中国。你法国马克龙你在干什么？你在欧盟来讲的话，你今天回去来讲不会被骂翻才怪了。所以这一次他去应该也会非常谨慎哦。但问题是在哪里啊？问题是过往来讲啊，中国自己自作孽不可为。我们知道为什么吗？从瑞典、波兰、挪威、芬兰、比利时、英国、欧盟。这些国家来讲，以前啊，比如说冰岛，他们去见达赖马拉，他就制裁冰岛。然后你瑞典来讲的话，你跟那个什么，诺贝尔和平奖给那个刘晓波，你就去制裁瑞典。然后呢，桂明海事件，你不是跑到泰国去抓桂明海？那桂明海是瑞典籍的，结果你又制裁瑞典啊。然后呢，你因为这个BBC 报道新疆的事情，你就制裁英国。那搞到最后来讲的话，整个欧洲大家反过来，怎么本来连瑞典来讲是很温和的哦，结果对中国来讲呛虾，告诉你们，华为的东西都不能用。所以整个在欧洲来讲的话，所有华为包含基地台的建设、手机啊等等之类的，都完全都不能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损失多少亿啊，对不对？你看欧盟自己有所谓毅力性，中国平常太嚣张的时候，你现在是一个大逆风的状态。全部人都在烦你，全部在戳你。是啊，你痛哪里我就戳哪里。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中国把自己走进死胡同里面去了，他的外交走进死胡同，他到处煽风点火。其实今天玩火不是大家今天玩火是他自己他把自己玩死了，你知道吗？把自己玩死了。中国也走不出，这个日本也走不出去，美国也走不出去，连欧盟现在也反过来了。所以我认为他目前为止还可以跟中国讲得上话，而且可以跟中国当好朋友了，可能只剩下非洲而已。但是现在非洲来讲的话，等川普搞完中南美洲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搞非洲了。所以现在来讲，他没有朋友了。到最后来讲，中国我跟你讲，真的他到最后把自己玩死，因为他的膝盖式反应、膝盖式的外交，所以造成今天来讲的话，大家永远走不出去。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